这是迪奥1947年发布的高定，后来人们用一个名字来概括这种造型，把它叫做 The New Look， 而这也标志着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战后美学。所谓的战后美学，指的是欧洲经历了1战和2战的长期震荡之后呢，社会秩序逐渐回到正常，而原本女性必须顶上去参与生产劳动的紧迫感呢，也在战后开始慢慢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激活了一种新的审美需求，原先追求简洁克制的装束开始被反思。回归到和平年代，人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生活，来呈现自我，成了战后美学思考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个关于女性角色的问题也被抛了出来。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以恢复战后秩序的名义，主张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回到传统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呢，战争时期的女性承担过社会运转的关键岗位，而这样的角色变化，再加上平等与主体性的现代理念逐渐获得表达空间，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坚持平等、自主和自我实现呢是理所应当的权利。然而在这种来回拉锯中，迪奥却用设计为女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项。他用一种戏剧性的肩线、腰线和裙摆的造型呢，来强化女性原本的姿态，让女性可以选择在审美上做回自己。也就是说，关于女性角色的争论呢，可能不会马上有结果，但是你可以先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穿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迪奥的设计，就会发现这些服装运用了大量的曲线，而这种曲线设计在视觉上可以放大女性身体的比例，把女性的存在感呢刻画得更加饱满。而这种服装设计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让女性可以更好地感受自我。这一点在迪奥历年的广告大片中体现得很明显。我们来看这些海报，有新有旧啊。我们会发现广告里的模特都摆出一副看似很拧的状态，乍一看呢，感觉不像是一个正常人会做出来的样子。但如果假设这些模特都是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呢，那么这些动作就都解释得通了。所以帮助女性找到自我，或者说的简单一点，也就是自我，是迪奥一直以来都想诠释好的品牌价值。OK， 服装的设计符合女性的需求，广告大片的设定呢也恰到好处。不过从品牌的视角来看，是不是感觉还有些朦胧啊？毕竟如果你不是一个品牌研究员，而是一个一般消费者呢，看到这些过于抽象的广告和海报，充其量的评价可能也就是好看，挺有感觉的。不过有一位天才的导演拍了接下来的这支广告，可以说把迪奥的品牌世界直观的具象化了。我们来看这部广告，其实挺简短的，就是一个穿得金光闪闪的女性，一边把衣服脱掉，把首饰甩掉，一边往外走。既然迪奥要诠释的是女性的自我，那么广告里的人呢，把身外之物都甩开，这很好理解。而且旁白也说得很清楚，他说 Gold is cold. Diamonds are dead. The limousine is your car. Don't pretend. Feel what's real. C'est ça que j'adore. J'adore Dior. 不过这个广告给出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环境，也就是画面里的那种欧式城堡的内部。换句话说，意思就是如果女性要找到自我呢，不仅要抛开身外之物，还要逃离这种富丽堂皇的地方，才有可能找到真的自我。这种设定的聪明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种视角，让旧时的奢华在当代能以一种说得通的姿态存在。我们经常看一些奢侈品牌好像把自己塑造得很华贵，但其实这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一个品牌把奢华标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那么它就必须面对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追问：你所谓的奢华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效仿你所提出的这一套奢华的价值主张？如果说不清，那么这套叙事就很容易滑向一种不正当的奢侈。换句话说，你所提倡的奢华，难道是要人们像法国的玛丽王后那样问没有面包的人为什么不吃蛋糕吗？还是说要像我们这边的慈禧一样，一顿饭吃108道菜，追求一种路有冻死骨的奢华呢？这在价值层面和现代观念有很大的冲突。然而迪奥的这种诠释手法就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王权象征不再占据叙事的主体位置，那些奢华不再是被歌颂的目标，而是被降格成为了一种背景，甚至是一种被压迫的让人迷失自我的环境。
虽然这是一招剑走偏锋的叙事策略，但是极其有效。我们看市面上很多传统的欧洲奢侈品牌，其实他们并不太敢把王朝式的奢华当成核心卖点来大肆宣扬。相反呢，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工艺、传统和匠人精神。原因很现实，因为在现代价值体系里，你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品牌就是为旧制度的特权美学服务的。无论是把消费者引向玛丽王后式的冷漠，还是慈禧式的铺张，这套叙事在今天都很难自圆其说。不过迪奥的品牌就没有关系，因为我之所以出现在华丽的宫殿，是因为我现在正要逃离它。也正是因为这一层逃离的设定呢，欧洲的宫廷美学才在现代的品牌价值体系里找到了一个说得通的容身之所。那么迪奥的这种剑走偏锋的诠释有多经典呢？我们来看，这里很明显是凡尔赛宫，那个穿得金光闪闪的人又来了，他说 The past can be beautiful. A memory, a dream, but it's no place to live. And now is the time. The only way out is up. And it's not heaven, it's a new world. The future is gold. J'adore. Dior.这就再明显不过了，他从一个旧时的宫殿逃离，来到了一个现代世界。还有，我们接着看，第一个镜头出来又是凡尔赛宫，女主行色匆匆地往里走。这次凡尔赛宫的镜厅呢，变成了时装发布会的会场。其实看到后面，大家会发现这次的广告是对抗香奈儿的竞争广告，因为这里的女主很明显是来工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香奈儿世界的空间和人物设定，但诠释的却是迪奥的故事。也就是说，我到你的地盘来找场子来了。而且这里给出了3个特写人物的演绎。第一个是摩纳哥的凯莉王妃，大家知道爱马仕著名的凯莉包呢，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特写人物是马林戴德利，他经常穿的是夏帕瑞丽，另一个顶级的高定品牌。可是他也来到迪奥的后台了。第3个特写人物是玛丽莲梦露，她和香奈儿的故事那就很有名了，穿香奈儿5号睡觉是吧？我们看玛丽莲梦露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很崇尚迪奥的。好，走秀开始了，女主又穿成了金光闪闪的样子。按照迪奥世界的设定呢，她肯定不会像一般的走秀那样绕一圈又回来，而是直接离开，因为她要逃离嘛。所以我们透过香水瓶身也能看到她就直接这样离场了。所以这个广告不仅演绎了迪奥想要逃离的世界，还顺带捎上了一连串的竞争对手。其实这种关于逃离的呈现还有很多啊，比如像这个场景就是那种宫廷里面洗澡的地方，怎么说，就类似于华清池的设定吧。我们看女主的眼睛是闭着的，也就是说她还在沉睡之中，因为水中倒映的也是一个沉睡中的人物。那么其实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意义转向呢，会朝着醒、生以及活的方向发展，二元对立啊，同学们。果不其然，他觉醒了。接着他开始走向浴池的另一端，而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个场景里的其他人呢，都一动不动，像个雕像。他慢慢的调整状态，一步一步向前。终于要走出象征泥泞的浴池了，可是光他一个人逃离束缚怎么行呢？于是他又穿上了那身金光闪闪的衣服，带领大家一起往外走，一直走出宫殿的大门。
就连大明星蕾哈娜来到迪奥的世界呢，讲述的也是同款的逃离叙事。还是经典的凡尔赛宫。我们看蕾哈娜进入凡尔赛之前呢，是她平时作为一个流行歌手的装束。可是，一进宫，马上就换上了那套属于迪奥世界的金光闪闪的造型。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套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如果大家熟悉蕾哈娜的音乐呢，应该也会知道，这首歌讲的也是关于她如何逃离一段关系的故事。我们看她来到了一扇门前，这里的空间切换呢，意味着她要开始走出去，离开这个地方了。果然不出所料，对吧？ Your dreams, make them real. J'adore Dior. 所以在迪奥的世界里，门是一个意义的分水岭。门内的世界奢华美丽，但象征的是桎梏和枷锁；而门外呢，代表的是自由和自我。所以迪奥广告里的人物一般都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还被困在宫廷之中的一动不动的这种不苟言笑的样子，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从那扇门逃离出去，找到自我，挥洒自如的样子。所以大家别看迪奥的设计穿起来好像是把女性装扮的高贵优雅，感觉像是一个从印象派的画作里走出来的人物，但其实迪奥世界的精神内核是叛逆的。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穿得金光闪闪的女主角最后找到自我了吗？ I touch the rain. I look at the sun, and it says run. Where the light shivers offshore through the tides of oceans. We are shining in the rising sun. I watch it all turn. The water, the earth, the sun and me. J'adore. We are gold. J'adore Dior.